晚上好，欢迎你来到听书小电台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傻子，可他说出的话做的事却让所有人震惊。他不是那种装傻充愣的人，他是真的傻。他分不清麦子该什么时候播种，记不住最简单的规矩，不知道别人在嘲笑他，但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能在所有人都狂欢的时候忽然说一句快完了。这种傻子每个时代都有，但大部分都死了，死得无声无息。活下来的那一个成了传说。这本书里的傻子就是这样一个传说。他是四川藏区一个土司家的二少爷，生下来就不哭，2岁才会走路，4岁还不会叫阿妈。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他的哥哥恨不得他死，他的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，只有他的母亲偶尔会看着他发呆，像在看一个谜。但这个傻子活到了最后，他看着土司制度在罂粟花的香味里疯狂，看着汉人的军队从山下开上来，看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土司们一个一个倒下，他活成了最后一个见证者。然后尘埃落定。这本书叫《尘埃落定》，作者阿来，藏族作家，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，1998年出版，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，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。他写的是一个傻子的一生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今晚让我们走进那片开满罂粟花的土地，走进那个傻子的眼睛，看看他是怎么看见这个世界的，看看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走死的。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，那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，在当地人嘴里叫四土，4个土司管辖的地方。他从小听着土司的故事长大，听老人们讲那些过去的时光，讲那些骑马持枪杀人如麻的土司老爷，讲那些在罂粟花里醉生梦死的日子。他听着听着，觉得那些人还没死透，还在某个地方活着。1976年，他17岁，高中毕业，回乡务农，后来当了民办教师，又考进师范学校，毕业后继续教书。1982年开始发表诗歌，198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。他的路走得很慢，像藏区那些转山的人，一步一步，不急不躁。尘埃落定他写了4年，写的时候他每天坐在成都一间出租屋里，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，想象几百公里外的马尔康，想象那些已经消失的土司，想象那个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。他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出版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读，但他停不下来。那些人太急了，他们要他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，讲给那些忘了他们的人听。1998年，小说出版，一出版就轰动文坛，2年后获得茅盾文学奖。评委们说，这是一部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的挽歌。阿来去领奖，站在台上，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故事，想起那些讲故事的人，一个都不在了。他忽然明白，这本书不是他写的，是那些人让他写的。阿来后来还写了很多书，每一部都很好，但尘埃落定始终是他最特别的一本，因为他写的不是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时代。那个时代过去了，人就再也回不去了，但书还在，那些人的声音还在，在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夜晚，在每一个读完最后一页的凌晨。故事发生在四川藏区一个叫麦琪的土司家族，那里有雪山，有峡谷，有罂粟花，有数不清的土司和打不完的仗。
我是麦琪吐司家的二少爷。我生下来的时候不哭，母亲以为我死了，把我扔在一边。后来我动了，她捡起来喂我奶，我才活了。我2岁才会走路，4岁还不会叫阿妈。所有人都说我是傻子，我也觉得我是傻子。我有一个哥哥叫旦真贡布，他聪明勇敢，是麦琪家的骄傲。他骑马射箭，打猎杀人，什么都厉害。他是未来的吐司，我是多余的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蚂蚁搬家，看云飘过来飘过去。有时候傻子也会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有一天，我父亲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知道什么是吐司吗？”我说：“吐司就是吐司。”父亲笑了，笑完又叹气。他不知道，我真的知道，吐司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人，可以杀人，可以娶很多老婆，可以把不喜欢的人赶出去。但我没说，因为傻子的话没人信。那一年来了一个汉人，穿黄衣服，戴眼镜，说是国民政府的官员。他带来一样东西，叫罂粟种子。他说，把这个种下去，收了果浆，熬成烟土，可以卖很多很多钱。我父亲将信将疑，但最后还是种了。那年秋天，麦琪家的地里开满了罂粟花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，好看极了。我站在地边看，那些花在风里摇，摇得人发晕。我忽然说，这些花会害死人的。旁边的人笑起来，说傻子也会说话。我没解释，我知道他们不信，但我看见了，那些花底下埋着很多人。果然，第2年，所有吐司都来要罂粟种子。我父亲不给，他们就打仗，打了一仗又一仗，死了一个又一个。最后，种子还是被偷走了。整个藏区，到处都是罂粟花，到处都是烟土，到处都是醉生梦死的人。我父亲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腰也弯了。他把我叫去，说：“儿子，你说那些花会害死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看见了。”父亲看了我半天，说：“你也许不是傻子。罂粟种多了，烟土就便宜了。别的吐司开始种，麦琪家的钱就不够用了。”父亲说：“要开一个市场，让所有人来交易，我们收税。”他派我哥哥去，哥哥不肯去，说那是下等人的事。他派我去，我就去了。我带着几个人到了边界上，选了一块平地，插上旗子，说这里就是市场。开始没人来，后来来了几个，再后来来了几十个、几百个。那些土司们骑着马，带着人，扛着烟土，来换粮食，换布匹，换枪。市场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热闹，钱也越来越多。有一天，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来了，她是荣贡土司的女儿，叫塔娜，长得好看极了。我看她第一眼，就知道她是我的女人。她也看我，但看的不是我，是我的钱。我对她说：“塔娜，你嫁给我吧。”她笑了，笑得很假。我知道她笑什么，但我不在乎。我娶了她，带她回麦琪家，让所有人看看，傻子也有女人，但他不爱我。他和我哥哥眉来眼去，和我父亲也眉来眼去。我看见了，但我没说话。傻子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也能忍住别人忍不住的事。边界上的市场太赚钱了，别的土司眼红，就联合起来打我们。他们来了几千人，骑着马，拿着枪，喊着杀。我父亲慌了，我哥哥也慌了，只有我不慌。我对父亲说：“让他们来吧，他们打不进来的。”
父亲不信，但也没办法，就让我守市场。我在市场周围挖了壕沟，架了枪，等他们来。他们来了，冲了一次，死了一地，退了，再冲一次，又死一地，又退了。第3次他们不冲了，站在远处骂，我不理他们，就让他们骂。骂了3天，他们走了。我父亲知道这件事，亲自来看我。他站在市场边上，看着那些壕沟，那些枪眼，那些死人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对我说：儿子，你真的是傻子吗？我没回答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傻子。后来汉人又来了，不是穿黄衣服的，是穿灰衣服的，扛红旗，唱红歌。他们说土司制度是封建残余，要打倒。他们说人人平等，没有土司，没有奴隶。我父亲不信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土司，凭什么他们说打倒就打倒？他带着人去打仗，打了一仗，输了，再打一仗，又输了。第3仗，他死了，死在雪地里，身上中了好几枪。我哥哥接替了土司的位置，继续打，也打输了，也死了。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，看着天，像是问为什么。我也打，但打的方式不一样。我对那些汉人说，你们要什么？要粮，要枪，要地，我都给。他们愣住了，没见过这样的土司。他们说，你不是傻子吗？我说，是啊，我是傻子，但傻子知道什么时候该打，什么时候不该打。他们笑了，说，你这个傻子比聪明人还聪明。他们没杀我，让我继续管市场，但我心里知道，土司的时代完了，最后一个土司也死了。那些曾经骑着马，拿着枪，杀人如麻的土司老爷们，一个一个都死了。有的死在战场上，有的死在监狱里，有的死在逃亡的路上。他们活着的时候那么威风，死了的时候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。我还活着，坐在市场边上，看人来人往。他拿走了，跟一个汉人军官走了。我儿子也走了，去成都读书了。我一个人每天喝酒，晒太阳，看云飘过来飘过去，和以前一样。有一天，一个人来找我，说是记者，要采访我。他问我，你是最后一个土司吗？我说，我不是土司，我是傻子。他笑了，说，你这个傻子比所有人都清醒。我问他，你们汉人说的尘埃落定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就是事情结束了，该散的都散了，该落的都落下来了。我说，哦，那我的尘埃还没落定。他不懂，我没解释。现在那些花都谢了，那些人也死了，只剩我还活着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站在雪山顶上，看脚下的人，那些土司，那些奴隶，那些打仗的，那些逃命的，一个一个都成了小点，慢慢消失。我听见有人在唱歌，唱的是藏族的古歌，唱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我听不懂，但我知道那是最后一个土司的歌。醒来的时候，天亮了，阳光照进来，照在我身上，暖和和的。我笑了笑，又闭上眼睛。我的尘埃也要落了。尘埃落定全书，最让我心碎的场景，不是父亲的死，不是哥哥的死，不是那些战场上的尸横遍野，而是傻子少爷一个人站在雪地里，看着父亲和哥哥的尸体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滴泪也不流。那是一个冬天，雪下得很大，
父亲死在第一场仗里，哥哥死在第二场仗里。他们把尸体运回来，放在院子里，血落在他们身上，落在他们脸上，落在他们睁着的眼睛里，一会儿就被体温融化，变成水，顺着眼角流下来，像眼泪一样。所有人都围在那里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跪的跪。只有傻子少爷一个人站在远处，一动不动。他看着父亲的尸体，看着哥哥的尸体，看着那些血落下去，化成水，流下来。他没有过去，没有说话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有人喊他：二少爷，你过来看看你阿爸啊。他没动。有人拉他，他睁开，还是站着。有人说，傻子就是傻子，死了爹都不知道哭。他听见了，但他不在乎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站了很久很久。雪越下越大，落在他头上、肩上、身上，把他变成一个雪人。天黑了，人散了，他还站着。管家去劝他回去，他不理。管家把衣服披在他身上，他不动。管家叹了口气，走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在雪地里站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发现他还站在那儿，身上落满了雪，只露出2只眼睛。那2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，看着那2具已经僵硬的尸体，看着那些雪落下去，化成水，流下来。他忽然开口了，他说：他们死了，我还活着，为什么？没有人能回答他，他自己也回答不了。后来他转身走进屋里，烤火，喝酒，晒太阳，和以前一样，只是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提父亲和哥哥，好像他们从来没存在过，好像那些年在院子里教他骑马、射箭、杀人的日子都是假的，好像那些笑他、骂他、看不起他的声音从来没响起过。这个场景之所以让我心碎，是因为它太安静了，没有嚎啕大哭，没有歇斯底里，没有那些文学里常见的悲感，只有一个人站在雪地里，从白天站到黑夜，从黑夜站到天亮，一动不动。那种静比任何哭喊都更让人窒息。傻子少爷不哭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哭。他恨过他们，他们也恨过他，但现在他们都死了，那些恨还在，那些人没了。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在与不在之间的空档，他只能站着，让雪落下来，让时间流过去，让那个空自己慢慢填满。后来他说的那句话，他们死了，我还活着，为什么？是全书最核心的问题，不是问命运，不是问上帝，是问自己。我为什么还活着？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是傻子还是聪明人？我是多余的还是必须的？这个问题他一直到死都没找到答案，但也许答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雪地里站了一夜，然后转身走进屋里继续活。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傻子的故事，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。阿来通过这个傻子说出了几个让所有人沉默的真相。第一，关于傻子的智慧，傻子少爷是真的傻还是装傻？这个问题书里没有答案，也不需要有答案。重要的是他用一种和所有人不同的方式看见了这个世界。他看不懂规矩，所以能看见规矩之外的真相。他听不懂谎话，所以能听见话里的漏洞。他算不清账，所以能算清人心。别人在狂欢的时候，他说快完了；别人在绝望的时候，
他坐在那里晒太阳。他不是不知道害怕，是他害怕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。阿来用这个傻子告诉我们，所谓的聪明人往往被自己的聪明蒙住了眼睛。他们太会算计，太会权衡，太会讨好，最后把自己算计进去，权衡进去，讨好进去，再也出不来。而傻子因为没有那些聪明，反而能看见最根本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什么时候该开口。书里有一句话让我记了很多年，聪明人总是想得太多，想得太多了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句话是说给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听的，你听得进去吗？第二，关于欲望的陷阱。罂粟花是全书最重要的意象，它那么美，那么香，那么让人沉醉，但它的底下埋着无数死人。那些土司为了抢罂粟种子打仗，为了卖烟土杀人，为了更多的钱不要命。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其实是被那东西得到了。傻子少爷站在罂粟地里说了一句，这些花会害死人，没人信他。后来真的害死了很多人，那些人也来不及后悔了。阿来用这个细节告诉我们，欲望从来不是通往自由的路，是通往深渊的路。你越想要，就越被想要的东西控制，到最后你以为你拥有了它，其实是你被它拥有了。那些土司们临死的时候，有没有后悔过？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年不种那些罂粟，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？也许想过，也许没想，但不管想没想，都来不及了。第三，关于时代的不可逆。土司制度在藏区延续了几百年，那些土司老爷们以为会一直延续下去，他们骑马、打仗、杀人，娶很多老婆，活得那么理直气壮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时代变了，汉人来了，枪来了，新思想来了，他们的世界就要完了。傻子少爷看见了这一点，不是因为聪明，是因为他站在边上，他不属于那个世界的核心，所以能看见那个世界的边缘正在瓦解。他说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没人听。后来真的没放过阿来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土司制度已经消失了快50年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都成了尘埃，落在地上，被人踩过，被风吹走。他用这本书为他们立了一块碑，也为自己，为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问了一句，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？第四，关于身份的荒诞。傻子少爷一生都在回答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是土司的儿子，还是傻子？是继承人，还是多余的人？是藏人，还是汉人？是主人，还是奴隶？这些问题他没有答案。他活着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活；他存在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存在。这种荒诞感贯穿了全书。他站在雪地里，看着父亲和哥哥的尸体，问为什么我还活着，就是这种荒诞的顶点。阿来用这种荒诞告诉我们，身份从来不是天生的，是被赋予的。时代赋予你什么身份，你就是什么身份。时代变了，身份就变了。你以为是你在选择，其实是时代在选择你。你以为是你在活着，其实是时代在活你。傻子少爷最后说，我不是土司，我是傻子。这句话既是对身份的放弃，也是对身份的确认。他不要土司那个名号，因为他知道那东西已经没用了，他只要自己还是自己就够了。第五，关于死亡的平静。书里死了很多人，父亲死了，哥哥死了，那些土司死了，
那些奴隶死了，死的方式各种各样，但死的结局都一样，他们活着的时候那么不一样，死了的时候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。傻子少爷最后也死了，他死的时候很平静，不是那种英雄式的悲壮，是那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他知道自己该走了就走了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后悔，没有舍不得，因为他早就知道一切都会落下来，包括他自己。阿来用这种平静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：死亡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。如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活，死的时候就能平静；如果你不知道，死的时候就会挣扎。傻子少爷不知道，但他平静，因为他知道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活着就够了。第6，关于尘埃的隐喻，书名叫《尘埃落定》。尘埃是什么？是那些死去的人，那些消失的事，那些被时代碾碎的东西。它们曾经飘在空中，飘得那么高，那么远，那么耀眼，但它们总要落下来，落在地上，被人踩过，被风吹走，再也看不见。但尘埃落定了，不代表什么都没了。那些落下来的东西会变成泥土，变成养料，变成下一代人脚下的土地。他们会站在上面，继续活，继续飘，继续落，一代一代，生生不息。傻子少爷最后说，我的尘埃还没落定。他不是在挣扎，是在承认，承认自己还活着，还在飘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。这种承认比任何答案都更真实。合上尘埃落定，那些人物还在眼前晃，傻子少爷、塔纳、父亲、哥哥，那些土司，那些奴隶，那些在罂粟花里醉生梦死的人，他们都死了，都落下来了，变成尘埃，被风吹走，被雪覆盖，被人忘记。但你总觉得还有一个人没死，那个人站在雪地里，站在市场边上，站在罂粟花丛里，看着你，不说话。他的眼睛很空，又很深，像能看穿你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。你想起他说过的话，我不是土司，我是傻子。你忽然想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是聪明人还是傻子？是主人还是奴隶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还是被时代抛弃的？这些问题可能没有答案，但问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。阿来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让你哭，是为了让你想那些死去的人，想那些还没死的人，想那些在时代洪流里被冲走的人，想那些在罂粟花里醉生梦死的人，想他们为什么活，为什么死，为什么笑，为什么哭。想完之后，也许你会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。那些罂粟花早就谢了，那些土司早就死了，那些故事早就结束了。但还有一样东西没结束，你还活着，还在飘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。这既是你的幸运，也是你的不幸。最后，我想把傻子少爷站在雪地里没问出口的那个问题留给你。如果有一天，你爱过的人、恨过的人、在乎过的人都不在了，你还愿意活下去吗？你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？愿你的尘埃落在该落的地方，愿你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为什么活，愿你死的时候能像傻子少爷一样平静地闭上眼睛，等着最后一缕风把你也吹散。晚安。